嗨，我是精灵，欢迎来到我的写字教学频道。给我10分钟，让你写字更轻松。今天这部影片将会彻底颠覆你对握笔的想法。我要为大家带来一套关于握笔姿势的全新思维跟解决方案。记得按赞，然后为影片顺手点击一下热推，分享收藏影片，把正确的握笔方式分享出去吧。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的学习机会哦。首先，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必须给大家一个100%的实话。这个实话就是，错误的握笔姿势能不能写出美字呢？答案是当然可以。没错，你没有听错哦，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人他的握笔姿势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字却依然很美。那么既然如此，到底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来调整或优化自己的握笔姿势呢？难道我们都白费力气了吗？当然不是。我们之所以调整自己的握笔姿势，是想要在3个关键的部分达到最高的效益哦。第一个是持久度，正确的握笔姿势可以让你持续写得更久，手不容易酸痛。第二个是流畅度，让你的书写更顺畅，可以轻松的去施展书写笔画。第三个是效率度，正确的握笔姿势可以让你写得更快，书写更加稳定。如果你的握笔姿势让你写不到10分钟，就感觉到手指头好僵硬，手腕隐隐发酸，笔尖空笔不稳，那么你真的可以考虑改变一下自己的握笔姿势哦。在接下来的影片中，我要教你快速的调整握笔的姿势跟方法，教你用最舒服、最有效率的姿势，轻松的驾驭每一笔的书写，并且我要提出多项的理由说服你愿意花功夫、花力气去调整握笔姿势。在影片的最后，我还要偷偷告诉你一个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小练习，让你可以轻松的训练自己无痛修正握笔姿势。想要知道这个练习技巧吗？记得要看到最后哦。让我们一起把握笔姿势变成省力又高效的练字秘密武器吧。那我们就来教大家如何正确的握笔。首先，先来看一下常见的错误握笔姿势，像这个样子，或是这个样子，将指头用奇异的状态扭曲着。这样子的握笔姿势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呢？首先，第一个是没办法写久。当食指跟拇指用力扣紧，或是压缩成一个奇怪的姿势时，我们没有办法在书写的时候撑很久，这会让你容易觉得手酸手痛，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的书写。再来，我们来看到书写的流畅度，用这样子的方式握笔，书写的范围会局限在大致这样子的面积中。如果你是这种握笔姿势，那么书写的范围就更小了。其实我们只要稍微调整一下握笔，就可以让书写的时候手指头的运作是非常轻松自在的，书写范围加大，自然书写时的流畅度跟稳定性也可以更加提升哦。所以调整握笔姿势的第一步是松开你的手指头。我们把手指头轻轻的松开，将拇指跟食指绕出一个圆，这个圆轻轻的放置在笔杆距离笔尖大概2到3公分的地方，自己调整抓一下哪个位置对于你而言是比较容易施力的，那么就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哦。接着我们要
把中指的部分轻轻的放到笔杆的后方，就像画面上所示范的这样，拇指、食指轻轻的捏住笔，中指轻轻的垫在笔杆的下方，轻松的握住笔杆，用这样子的方式进行书写。3只手指头轻轻定位笔杆的前端之后，我们要把笔杆摆放到正确的位置，让它在后端的部分也有一个支撑点。我们来观察一下食指的根部的部分，在这边跟我们的手掌连接的地方会有一个山形的隆起处，这个山形的隆起处就是等一下笔杆要放置的位置哦。我们让笔杆的尾端撑在这个山形的隆起处，像这样在前端有个支撑点，后端又有个支撑点，我们在书写时的感受就可以更加稳定。笔杆后方山形的这个支撑点，我旋转另外一个方向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笔杆正好就跨在这个山形的隆起处，这就是君令在之前的握笔教学中一直强调的部分哦。像这样把笔杆放置完毕之后，你可以试着书写看看。接着下一步细节的调整叫做移动笔尖，把笔尖往11点钟的方向移动，让你的笔尖朝着11点钟的左斜前方。这时候我们的手掌会从原本的缩又更加的放松，从缩的状态调整成完完全全的放松。接着我们把手掌的侧缘轻轻的靠在纸上面，这样就大致完成了握笔姿势的调整咯。那么更多更细微更系统的握笔细节，我们会在15日美字养成班第1天的课程调整握笔姿势的单元完整深入的为大家讲解哦。当我们学会了正确的握笔姿势后，必须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当你刚开始调整握笔姿势时，一定会觉得旧的错误的姿势对你而言比较好写，甚至在调整握笔姿势的第1周，你会经历短暂的退步，这种退步的挫败感以及习惯新的握笔姿势的不舒适感，会让人想要立刻退回到旧习惯。那为什么正确的握笔姿势在刚开始调整的初期反而会让我们写不好字呢？那是因为我们的肌肉是有惯性记忆的，你的手部肌肉甚至是身体里的神经系统都已经被训练了10几年的错误姿势。错误的握笔对你的大脑而言是最熟悉的路径，对你的肌肉而言是最熟悉的运作方式。因此在使用新的正确握笔姿势时，书写的动作变得别扭、生硬，或者是控制力下降，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哦。那是我们的手部跟大脑正在努力学习跟适应的一个讯号。所以在动作的初期，你会觉得书写比较没有力气，那是因为你的肌肉还没有学会精准的控制。一旦我们去适应了这些，你就会体会到书写的持久跟流畅度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哦。我们只需要不断持续性的练习，每天投入10到15分钟进行新知识的书写，不需要急着写复杂的字，我们可以先专注在运笔以及一些简单笔画的书写，让我们的肌肉慢慢去记忆新的运作模式。通常只需要2到4周，我们就可以顺利习惯新的书写姿势，并且感受到新的知识带来的书写流畅度跟持久度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只要你有空，就可以拿一张纸、一支笔进行的书写小练习。第一个小练习是在纸上面
画横方向的长线条，像这样子，在纸上面用新的正确握笔姿势画横方向的长线条，像这样慢慢的画，我们可以训练你的肌肉去习惯新的握笔姿势的运作。在书写的同时，去塑造新的肌肉记忆，像这样子横方向的长线条，你也可以画竖方向的长线条。每一条线之间，我们大约维持平行等距。再来，我们可以进行线条粗细的变化，你可以画细的长线条，把下笔的力道放轻。你也可以画粗的长线条，稍微练习用重一点的力气去书写，就这样在粗细之间慢慢的去习惯。进行完横方向长线条以及竖方向长线条的练习之后，我们可以试着在纸上快速的画出弹簧圈，用这个练习来训练手指头的灵活度，像这样快速的画出弹簧圈，让手指头随着弹簧圈的线条不停的转动。我们甚至可以画出比较细的弹簧圈，再画出比较粗的弹簧圈，或者画出粗细相间的弹簧圈，去训练指头更细微的控制笔画能力。以上的这2个小练习，随时随地都能进行，有空时就拿出来画一画，随时随地都可以累积肌肉的协调性以及运作能力。一旦我们立下了目标，要去改变自己的握笔，那么就要知道过程中的那些不舒适感是短暂的，让我们静静的陪伴自己的肌肉，重新塑造记忆。只需要忍受大概2到4周的过渡期，新的肌肉记忆就会很快的建立起来，让自己在往后几十年的书写都能够写得久、写得稳哦。所以请给自己一个成长的机会吧。改变握笔，你需要的只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和短短几周的坚持。不知道这部握笔影片有没有帮助到你？我有成功说服你愿意尝试调整一下自己的握笔姿势吗？请在留言栏处写下我想改变，给自己一次成长的机会吧。美字的养成其实是一套系统的工程，握笔是地基，掌握笔画结构，书写逻辑是骨肉。我们在15日美字养成班中，会把所有的书写细节和方法彻底拆解，将你在书写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系统化的提供解决的方案。我们帮你省下了跌跌撞撞的摸索时间，直接给你一套最有效率的练字蓝图。如果你想一次性、系统性的掌握握笔基础到字体结构的所有美字诀窍，让自己的书写能力能够在15天内有感升级，那么请参考留言栏处的15日美字养成班吧。想写好字吗？快到15日美字养成班找君令吧。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拜拜。